有人说人肉火锅应该是他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了，尤其是在红彤彤的辣锅里涮过，再沾着芝麻酱，那个味道终身难忘。我听了浑身发抖想吐，他却盯着我笑，这玩意儿你也吃过。今天我们为了提前庆祝队长退休，组织了部门聚餐。队长老张是四川人，最喜欢的就是吃火锅，而且必须是9宫格。我们都不太能吃辣，队长照顾一下我们，来个鸳鸯的吧。老张满脸的不屑，喊麻皮，人这点辣都吃不起，龟儿子咋跟老子破案撒？我们只能无奈的笑笑，谁让今天他是主角呢？我们只能各自点一些冰粉之类的小吃，勉强填饱肚子。我比别人强点，能跟着老张吃前半程，因为9宫格到了后面越煮越辣，我也扛不住，最后只能看着老张自己吃。老张吃火锅不喜欢吃肉，更喜欢毛肚、鹅肠、菌干之类的内脏，而且必须配油碟，因为他觉得肉的灵魂就是原汁原味，沾了辣汤就不纯粹了。但那天店里的羔羊肉买2送2还打5折，抠门的老张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热气腾腾的辣汤散发着诱人的味道，肥瘦相间的肉片丢下去，烫到变成肉卷，里面还裹着几颗花椒粒，加起来沾点芝麻酱放到嘴里。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嫩的羔羊肉。我们吃得高兴，老张却迟迟不肯动筷，脸色阴沉的吓人。我笑着打趣，张队，你这还有1个月就退休了，干嘛还哭丧着个脸？来，吃块肉。老张沉着脸没说话，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肉放在嘴里，嚼了2下就吐出来了。狗日的，冬末要再吃喽，这他妈不是羊肉，是龟儿子的连耳杆。我们常年跟在老张身边听他的方言，都快变成了半个四川人，一耳朵就听出来他话里的意思。连耳杆是人的小腿，火锅里涮的不是什么羔羊肉，而是货真价实的人肉。我们当场把火锅店封锁，火锅店里的老板、厨子、服务员全都被抓了回去审讯。我们几个从上到下吐得昏天暗地，只有老张在一旁不断的冷笑。我很疑惑，老张怎么知道这就是人肉？老张喝了一大口浓茶漱口，老子从前吃了一整根连耳杆，死都不会忘了这个味道。老张因为长得老，所以在警校的时候别人就喜欢叫他老张。30年前他还是个小警察的时候，就参与了一个大案子，一家4口全部在家中被杀，重大灭门案当时轰动了全国。凶手很快被锁定，是情杀。妻子出轨，丈夫怒从心起，持刀杀害妻子以及岳父岳母后，又把小姨子奸杀。经调查，案发之后，嫌疑人就买票去了东北，所以老张也跟着追了过来。他和当地派出所核实之后，调查监控，发现嫌疑人在中途下车，藏到了一座荒山上。大东北的冬天，零下30多度，大雪纷飞，泼水成冰，能把人的耳朵都冻掉了。路面上的雪如果来不及清理，被来往的车辆碾压个几次，整个路面就跟冰面一样，又亮又滑。老张追着嫌疑人从荒山上跑到冰面一样的盘山道上，左边是山壁，右边就是几百米的断崖。龟儿子莫要跑，再跑老子就开枪喽！眼看着就要把人抓到的时候，盘山道的拐角处却突然冲出来一辆私家车，私家车根本就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把他和嫌疑人撞飞出去。20分钟后，他被刺耳的警笛声吵醒，当地警方支援的同志到了，但紧接着有人抓着他的头发狠狠撞在后面的岩石上，老张又晕了过去，而且没看到袭击者的样貌。等老张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当地的医院里，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轻微脑震荡。除了护士之外，当地民警也在病房里。老张挣扎着问：嫌疑人呢？当地配合联合抓捕的民警叫刘洋，人高马大，站在病床边，非常有压迫感。他说话的嗓门很大，暂时被我们关押起来了，你先好好休息。老张摸了摸脑袋，肇事司机找到了吗？刘洋摇了摇头，车辆被留在现场，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，但车牌号被人摘走了，现场也没有其他人。老张努力回想，我后来醒过一次，但又被人给打晕了，没看清对方的脸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司机。刘洋皱眉，他怀疑是灭门案的嫌疑人想要逃跑，所以打晕的老张。老张觉得不是，因为他追了这个人这么久，对他太熟悉了，感觉上就不对。刘洋让他仔细回想当时的情况，但因为当时天气恶劣，飘着鹅毛大雪，视线很差。老张只记得撞晕他的是个1.8米左右的男人，身材比较魁梧。这样的特征在当时的东北几乎遍地都是，根本就无从查起。老张察觉到有些不对，刘洋也没隐瞒，直接把他带到了太平间。拉开黑色尸袋的拉链，里面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尸体，几乎已经面目全非，是法医一点一点把脸缝起来，勉强才能看出来一点生前的样貌。刘洋叹了口气，出车祸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就在断崖边上，司机为了躲避你，猛打方向盘，把她撞下了断崖。派出所连夜突审灭门案嫌疑人3天，所有杀人强奸的事情他全都认了，但却矢口否认打晕过老张。3天后，灭门案嫌疑人被移送到当地刑警队。老张出院，荣获个人3等功，上面让他归队领奖，却被他拒绝了。老张向上面申请，想跟着刘洋一起接手这起肇事逃逸的案子。他想查出到底是谁把自己打晕了。
所幸这3天没有下过雪，他们再次来到案发现场的时候，痕迹并没有被消除。这辆私家车经过盘山道拐角的时候，司机发现了断崖边的死者，曾经做过打轮避让的动作，但这时候你和灭门案嫌疑人从另一侧冲了出来，司机被迫再次打轮冲向死者，导致他被撞掉落断崖身亡。老张脸色难看，如果司机不打轮，死的就是他。法医赵月很快把死亡鉴定送过来，死者名叫王美芳，女性，20岁，系头骨被钝器击打，导致颅内出血死亡。刘洋和老张都疑惑，钝器击打。赵月是一名20来岁的小姑娘，长得比老张还高一头，她的头骨有很明显的被钝器击打的痕迹，跟从山上滚下去的伤痕有明显区别，初步判定是受伤后又被人用石头或者锤子之类的钝器2次击打。这不是意外，王美芳是被人杀死的。当时的技术手段不是很先进，刘洋担心赵月一个丫头片子判断失误，又临时请来了市里的专家，但结论是一样的，而且王美芳死的时候已经有了1个月身孕。案子从交通事故升级为谋杀，刘洋主要负责这个案子，调查一下王美芳的身份背景，看看有没有仇家之类的，以及当初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。赵月不解地问他，刘队还调查个6啊，这不是明摆着呢吗？肯定是肇事司机干的呀。刘洋笑着说，哦，大小姐，说说你的看法。赵月的父亲是刘洋的师傅家老上司，所以队里的人都喜欢叫他大小姐。他很讨厌这个称呼，白了刘洋一眼，咱们这边开车撞死个人，最多一次性赔偿10来万就够了，连坐牢都不用。但如果王美芳被撞个半身不遂，肇事司机不但要负责天价的医药费，还要养王美芳一辈子。如果是你选哪个？老张办案经验不足，也跟着点头，我也觉得这个女娃子说的有道理。赵月又白了他一眼，什么女娃子？你比我大很多吗？刘洋站起身来，打断两人，我们办案要讲究证据，肇事司机的车辆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王美芳的背调我们也得做，在确定凶手之前，任何人都有可能。他话音刚落下，门外就有同事进来，有人来认领王美芳的尸首了。王美芳的尸体是被一个小伙子认领走的，叫严民。他说他是王美芳的丈夫，小伙晒得黝黑，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烤肉味儿，是个非常内向的人。老张顺便跟他聊了几句，小伙子，你是烤串的吗？身上这么香。严民腼腆地笑了笑，柱子烧烤，有空可以来尝尝我手艺。老张始终盯着他的眼睛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你和你老婆感情咋个样？严民抬起头来跟他对视，很好。老张拍了拍他肩膀，节哀顺变，你要相信我们，相信政府，一定会抓到凶手，给你和你死去的老婆一个公道。严民点了点头，没跟他多说，带着王美芳的尸体离开了。赵月从一旁走过来，一把搂住老张的肩膀，小老张，你觉得这个严民有古怪？老张点了点头，瓜娃子老婆都死了，还怀着个小娃娃，他却一滴眼泪都没掉，不太正常。赵月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就算不大哭大闹，至少也该表现得伤心一点。这个严民太冷静了。下午，王美芳的背景调查就出来了。王美芳本身是外地人，是严民在外地娶回来的媳妇儿，在本市属于黑户。王美芳这个名字也是嫁给严民之后才取的，估计是为了方便以后生孩子落户，所以买了个假户口。赵月惊讶地说，该不会是这个严民在外地买回来的媳妇儿，所以这个王美芳想跑，但碰巧被撞死了。刘洋没有回答，继续说，严民自己开了一家烧烤摊，叫柱子烧烤，味道很不错，性格内向，但周围邻居反馈人很不错。1个月前，他曾经关门3天去了外地，回来后身边就多了这个王美芳。因为严民是自驾，沿途又没有什么监控，所以他们不知道严民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，更加查不出王美芳的老家在哪里。老张插嘴，所以这个严民不但买卖人口，还给这个王美芳买了假身份。有没有可能是王美芳想要逃跑，严民开着车在后面追，但不巧碰到我正在追捕灭门案的嫌疑人，发生了车祸。赵月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，王美芳被撞到悬崖下面之后已经奄奄一息，严民眼看自己花钱买回来的老婆不能用了，一怒之下把他杀死。老张激动地拍桌子，这个严民本来也想弄死老子，但你们来得及时，他只来得及再把我打晕，就弃车逃跑了。刘洋当即决定行动。严民被抓的时候正在生炉子准备晚上的烤串，对于警察的到来他一点都不意外，冷静得让人害怕。老张负责这次的主审。严民，王美芳是你在哪一块买回来的？他没有直接询问肇事杀人的事情，而是采取迂回手段，先抛出一个小的罪名，让对方放松警惕。严民静静地看着他，我和美芳是自由恋爱，你不能血口喷人。老张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狗日低还狡辩，我们都查清楚喽，你1个月前开车去外地，回来就多了个媳妇儿，你说你自由恋爱，骗鬼呢？严民笑了笑，我1个月前开车出去玩，路上遇到王美芳搭车，彼此产生了感情，有问题吗？老张被气乐了，行，你说你开车出去玩，那你说说你都去哪了？严民的眼睛始终跟老张对视，仿佛他才是主导一切的那个人。我喝多了，忘了。老张眼睛一瞪，狗日的喝多了还开车，你不怕撞死人吗？严民微微一笑，警官，喝酒开车犯法吗？
老张哑口无言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酒驾处罚。他让自己平静下来。12月8号上午8点到10点，你在什么地方？这是3天前出车祸的时间点。老张已经失去了耐心。严明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反问张警官：“你是怀疑我杀了我老婆吗？”老张厉喝：“问你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严明笑着摇摇头：“应该是在家里睡觉吧，3天前的事情了，记不清了。”老张冷笑：“你老婆都跑了，你不出去追，躲在家里睡大觉？”严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：“你说那天啊，我以为他出去滑冰了呢，他每天上午都去湖上滑冰，我怎么知道他跑了？”老张看向一旁的刘洋，刘洋微微点头。这一点他们调查的时候证实过，王美芳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湖上滑冰。严明的话几乎没有漏洞，但又漏洞百出。2个重要的时间点，他都含糊其辞没有说清楚，但老张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严明看着两人，有些无奈：“2位警官，办案是要讲究证据的，你们没有证据，总不能一直关着我吧？我还要做生意呢。按照规定，如果不能定案，嫌疑人最多只能暂时关押24小时。”老张想耗一耗这个严明，但他始终没有松口，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。一直到第2天，时间到了，他们查出来肇事车辆并不是严明的车，严明被放走。但当天晚上，老张就去了严明的烧烤摊。烧烤摊的生意很火，连个门脸都没有，就在路边搭了个帐篷，放上几张桌子。严明架着炉子，从身后的里屋抱出一箱子肉串，守着几张桌子开始烤。他见到老张过来，主动把桌子收拾干净。“张警官，吃点啥？”老张坐下来，摘下手套，使劲搓着脸。“20个肉串，2两白酒。”严明笑着从脚下的泡沫箱子里拿出20个肉串，熟练地放到炉子上开始烤。不一会儿，诱人的肉香就随着烟飘了出来。老张承认，严明烤串的手艺是一绝，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串。肥瘦相间的肉串在一起，肥肉油而不腻，瘦肉劲道不老。一口白酒，一口肉串，整个身子都暖和过来了。严明笑着问他：“张警官，我这肉串怎么样？”老张赞不绝口：“不错，你这肉是怎么处理的？有羊肉的香味，又没有那么膻，嚼着又很像牛肉的口感劲道。你这该不会是用牛肉注羊油糊弄我的吧？”严明又给他端了盘炸花生。“张警官，你可太招笑了，这年头牛肉比羊肉贵多了，我要是这么卖，早赔死了。”老张哈哈大笑：“这羊肉是你自己宰的，还是外面买的？”严明说：“自己宰的，现成的羊肉贵，没有啥利润。”老张看着他，突然问道：“杀人和宰羊，哪个更简单？”严明连头也没抬：“咱也没杀过人，咱也不知道杀人是啥样的。”“张警官，你是警察，又有枪，你杀过人吗？能跟我讲讲杀人是啥感觉吗？”老张把凉了的肉串递过去，让他加热。“你别看我有枪，但这枪跟了我1年了，我连1颗子弹都没打出去过。”严明看向他：“那张警官，你抓过的杀人犯是啥样的？”老张看似无意地说：“几天前我就是追着一个连环杀人犯来到你们东北的，那家伙老婆出轨，直接把他老婆一家子全杀了，后来逃到东北。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呢，那天要不是你在盘山道上把他给撞晕了，我都不能抓到他。”严明把热好的肉串拿过来：“张警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忘了那天早上我在家里睡觉吗？”老张哈哈大笑：“你瞧我这记性，一喝酒就容易忘事。”严明抬起眼皮来看着他，笑了笑没有说话。老张吃饱喝足，看着里屋：“我能进去参观一下吗？”严明平静地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，不过里面冷得很，张警官小心别冻感冒了。”老张笑了笑走进去，气温确实低了很多。装着肉串的泡沫箱子被一块石头压住，墙上并排挂着羊头、羊蹄、排骨等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他重新走出来，结账回了刑警队。刘洋问他：“怎么样？严明这小子说什么了？”老张抱着水缸子暖手，脱了鞋把2只脚放在炉子上烤着，逻辑很清晰，手艺确实没得说。刘洋似乎早就猜到了：“你还怀疑他？”老张反问他：“老婆死了，他却还能这么冷静地出摊做生意，对我们的问话也回答得滴水不漏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”刘洋没有说话，他和老张的感觉是一样的。老张冷笑：“我再多去几趟，我就不信这小子没有一点破绽。”就在他们几乎认定严明就是凶手的时候，却又有了新的线索。第2天一大早，有人前来报案：“我老公失踪了。”报案人叫刘静，30来岁。12月8号上午，我老公开车出去后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他的大哥大也打不通。12月8号这个时间有些敏感，刘洋把老张也叫来了。老张询问具体是几点离开的。刘静带着哭腔：“早上7点钟，他开车去林场。”老张继续问：“你老公是做什么的？”刘静回答：“我们家是做木材生意的，1年前我老公包了一片林场，因为总有伐木工人偷木头往外卖，所以他每天上午都会去林场盯着，下午才会去谈生意。”刘洋问他：“12月8号到现在都过去4天了，你怎么才想起来报警？”刘静回答：“他有时候谈生意，经常夜不归宿，我都习惯了，有时候半个月都回不了一趟家。要不是生意伙伴打电话到我家里找他，我都不知道他失踪了。”老张喝了一口茶：“你老公开的什么车？”刘静脱口而出：“黑色的桑塔纳。”
老张和刘洋对视了一眼，拿出肇事车辆的照片，你看一下是不是这辆车？刘静拿过来，只看了一眼就一口咬定就是这辆车。我老公以前换过左前轮的轮毂，跟其他轮毂不一样。做完笔录，他们让刘静回家等消息。老张和刘洋来到停放肇事车辆的停车场，发现左前轮的轮毂的确跟其他3个轮毂不一样。肇事者找到了，刘洋当即调查了刘静的老公赵金明，38岁，经营的木材厂在东郊。法医赵月拿着鉴定结果进来，刘队、小老张，技术部门让我把肇事车辆的鉴定结果送过来。经过对比，轮胎上的泥土以及车内细微的木屑都跟赵金明木材厂吻合，他就是肇事车辆的主人。车内的指纹经过对比，也只有赵金明一个人的。刘洋又传唤了赵金明当天要谈判的合作伙伴，确定了他们约定的时间，就是12月8号，但赵金明直到现在都没露面。时间、证据都指向了赵金明就是当初的肇事司机。赵月兴奋地拍手，破案了，破案了！赵金明怕养王美芳一辈子，所以杀了她。本来想开车逃走，但车子发动机坏了，只好拿走车牌号，让我们查不到他的真实身份。老张却一筹莫展，他一个开着桑塔纳、用着大哥大的老板，宁可杀人都不愿意花钱救人，这说不通啊！刘洋问赵月，凶器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赵月小嘴一撅，断崖下面沾着王美芳血迹的碎石块太多了，整整几十块，每一块都要跟王美芳的伤口做对比，哪有那么快？刘洋瞥了他一眼，你就告诉我还有多久？赵月想了想，再给我1天就能找出哪块石头是凶器了。如果上面的指纹跟赵金明的吻合，所有证据链就都齐全了。赵月连夜加班，把所有从现场带回来的石头都做了对比，却一块吻合的都没有，没有找到凶器。刘洋当机立断，再派一队人去案发现场，把所有可能是凶器的石头全部在现场做比对，同时全程搜捕赵金明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老张也跟着去了现场，一整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，但就是找不到凶器。赵金明也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找不到一丝痕迹。刘洋再度把刘静换回来，刘静的神色很憔悴，看起来慌里慌张。警官，我们家老赵生意做那么大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刘洋平静地看着他，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，你不用太害怕。你想一想，平时赵金明喜欢去什么地方？他最有可能藏在哪里？刘静摇头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啥事都不跟我说，平常除了去林场之外，就是在饭店里跟人谈生意，要么去歌厅跟人喝酒。老张突然问他，你认识严民吗？刘静的表情变得慌乱起来，眼神飘忽地看向远方，不认识。老张和刘洋对视一眼，刘静在撒谎。在刘静刚进来的时候，他就闻到了他身上的烧烤味。上午刘静来的时候，身上还没有这股味道，很独特，是严民烧烤摊的味道，老张一鼻子就能闻出来。他看着刘静说道，你老公涉嫌杀害的女人就是严民的老婆。刘静的脸上没有太多的惊讶，更多的是躲闪。他开始不安和烦躁，警官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该回家了。老张提醒他，刘静，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什么威胁，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，我们可以帮助你。刘静点头，急匆匆地走了。老张不知道刘静为什么要撒谎，让刘洋派了一个人在他后面跟着。刘洋问老张，小老张，你觉得赵金明的失踪跟严民有关系？老张点头，我刚才做了猜测，王美芳是被赵金明撞到断崖下并杀害，严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打算勒索赵金明，于是把他绑架了，然后找到刘静索要赔偿。刘洋也跟着点头，和他的分析差不多，但有一个疑点，如果是这样，刘静上午为什么要来报警？下午为什么又要否认认识严民？他们想不通，刘静上午来的时候，不像是知道严民绑架赵金明的事情。刘洋继续分析，假设刘静从一开始就受到威胁，但发现把钱给严民之后，他却没有放人，所以他才来选择报警。而严民知道了之后，又第二次找到他并威胁他，所以下午他身上才会有烧烤摊的味道。他又摇了摇头，感觉还是说不通，既然都选择报警了，为什么不直接说严民绑架了赵金明，而只是报失踪呢？老张起身，真相到底如何，去问问严民本人不就知道了。晚上，老张又去了严民的烧烤摊。严民见到他，主动热情地打招呼，张警官，今天吃点啥？老张还是坐在以前的位子上，老样子，20个肉串，2两白酒。严民又从脚下的箱子里拿出20个肉串放在炉子上。老张好奇地问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我上次吃完走的时候，你这箱子里的肉串就是这些吧？严民笑着回答，张警官眼神真好，这箱子肉是我从内蒙买回来的羊线杀的，价格贵，但味道和口感都比本地羊好。本来不打算卖，是打算留着过年自己吃的，但张警官来了，我自然不能留着自己享受了。老张承认，确实比普通羊肉好吃多了。他随口说道，杀害你老婆的嫌疑人已经被我们锁定了，这件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严民点头，现在闹得满城风雨，上午就知道了。老张又加了10个肉串，要不说这人啊，就不能做错事，只要是犯罪，就必定会留下证据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早晚的事，你说对吧？严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老张继续问，你这手艺这么好，
跟谁学的？一天能卖不少钱吧？严民似乎也打开了话匣子，跟我爸学的。他和我妈在我小时候偷猎被打死了。那时候家里穷，我年纪也小，就只能想办法活命，被逼得出来卖烤串。生意好的时候，一天能卖个200-300，平常时候也就180块吧。老张随口说，一个月也3-4千呢，快赶上我半年的工资了。加上刘静给你的钱，怎么也攒了个20来万了吧？严民抬起头来，我不认识刘静，我的钱都是自己挣的。老张撅着屁股凑上去，不对呀，今天下午刘静来我们队里报案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她说你们不但认识，你还绑架了她老公赵金明，威胁她给钱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严民把烤好的串递给他，如果你们有证据，你就不会在这里跟我说话了，对吗，张警官？老张重新坐回座位上，恶狠狠地咬着手中的肉串，满嘴流油。他煞有其事地点头，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，严厉批评了刘静同志，没有证据怎么能胡说八道呢？真要说起来，你是受害人家属，就算找他要点钱，也是理所应当的，我说的对吧？严民没有搭话，而是问他，张警官，你不吃的话，我收摊了。老张突然想起来什么，我记得你里屋有一块不小的石头，能不能借给我用一下？严民指了指他屁股底下，你坐着的就是，拿走吧。老张这才发现自己坐着的棉垫子下面是一块被磨平了的石头。他把石头搬上车子，你再给我烤50串，我带回去犒劳一下警队的同事们。50个肉串烤好了，被老张带回了刑警队。大家早就饿得头晕脑胀，吃得狼吞虎咽。刘洋抹了一把嘴上的油，问赵月，大小姐，你怎么不吃？赵月撇了撇嘴，整天跟尸体打交道，看见肉就恶心，还是你们自己吃吧。老张把从严民那拿来的石头搬下来，拿去技术组做鉴定。吃完之后，刘洋问老张，问出什么来没有？老张坐在座位上喝着浓茶，让你的人盯好了刘静，千万不要暴露。如果严民真的有问题的话，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去找刘静。刘洋有些诧异，你怎么这么确定？老张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别人都认为他一个外地警察在吹牛，真要有办法的话，早就抓人了，还至于这么大费周章的套话吗？但刘洋却不这么认为，他有一种预感，今晚要破案了。果然，快到凌晨的时候，盯梢的人回信了，严民去找刘静，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一起进了刘静和赵金明的家。同时，技术组的鉴定也出来了，石头被人工打磨过，但上面依旧留有极少部分血迹。经过赵月对比王美芳的血迹，发现一致。刘洋没敢耽搁，当即召集全队上门抓人。审讯室里，老张一拍桌子说，今天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刘静一天连着进来3次，情绪当场就崩溃了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他的说法和刘洋跟老张分析的大体一致，但严民并不是为了要钱。出事当天，严民就找到了刘静，说她老公赵金明撞死了自己老婆。刘静把她当神经病，连打带骂的想要轰出家门，一双手却被严民死死扣住。她被严民强暴了。出事之后，严民警告他，如果敢报警，就把赵金明杀了。刘静心里害怕，一方面担心赵金明真的被杀，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名节不保，所以迟迟没敢报案。直到今天上午，他听说严民头一天被抓起来了，涉嫌杀人，才敢鼓起勇气来报警。但在警队门口，他刚好遇到被放出去的严民，所以临时改了口供。到了下午，严民又一次找上门去强暴了他，并威胁他如果敢说出去，就把他和她老公都杀了。老张脸色阴沉的吓人，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传唤你的时候，你才跟我们撒谎。刘静哭得稀里哗啦，那我能咋整？他万一真敢杀人呢？老张没有再多问，把这里交给一名女警官。他和刘洋来到了关押严民的审讯室。严民被牢牢地靠在审讯椅上，表情依旧非常的冷静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老张。老张猛地一拍桌子，厉喝说，你到底把赵金明藏到哪了？严民咧嘴一笑，眼神带着浓重的挑衅，张警官，你怎么明知故问呢？赵金明在哪？你不是最清楚吗？老张最讨厌他这种尽在掌握的笑容，别嬉皮笑脸的，老子要是知道，还他妈问你。刘洋担心他太激动，把话接过来，严民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好争取宽大处理，否则我们也没办法帮你。严民冷冷地说，我交代得很清楚，张警官已经跟赵金明亲密接触过好几次了。刘洋看向老张，两人的眼中都带着几分狐疑。严民的话看起来不像是说谎，但他们不清楚当中的意思。老张深呼吸几口气，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下来。你说清楚一点，什么叫我们亲密接触过好几次了？严民咧嘴一笑，用下巴指了指老张的肚子。张警官，赵金明现在就在你肚子里呢。老张俩眼一瞪，严民，你龟儿子现在还跟老子开玩笑是吧？再不老实回答，老子把你关小黑屋。严民笑得前仰后合，手上的手铐哗啦啦作响。张警官，我没骗你呀，赵金明真在你肚子里。哦，对了，不光是你，昨天你还带了50串赵金明回警队，应该说他在你们每个人的肚子里。老张感觉后背有些发凉，眉头深深地拧在一起。你什么意思？严民的状态有些癫狂。你们不是问赵金明吗？我把他杀了呀，剔骨切肉，腌入味，然后串成串，跟做羊肉串是一个道理。
张警官，这2天你在我那里吃的都是赵金明。他看着老张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也越发的兴奋起来。张警官，昨天晚上你不是问我杀人和宰羊哪个更简单吗？我告诉你，杀人更容易，一刀子下去就不敢动弹了，不像羊得捆结实了，要不然临死都要顶你一下子。法医赵月从外面进来，看向刘洋和老张的眼神极为古怪。赵金明死了，赵金明死了，尸体被大卸8块，就放在严民烧烤摊的地窖里，在碎尸旁边还放着一箱子肉串，经鉴定是赵金明的肉。老张捂着嘴从审讯室冲出去，听着里面严民肆无忌惮的笑声，差点把胆汁都吐出来。刘洋干了10几年的老刑警，如今也受不了了。过了好半晌，老张才黑着脸重新回来。他拎起一旁的警棍，对着严民就狠狠砸了下去。狗娘养的龟儿子，老子让你笑！一棍子敲下去，严民惨嚎一声，却笑得更大声，更放肆了。老张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，还想继续打，却被刘洋在后面死死抱住。他让赵月把老张带出去。半小时后，老张的情绪在赵月的安抚下缓和下来，才重新参加审讯。严民已经把如何杀害赵金明的事情全部交代。王美芳确实是被他从外地买回来的老婆，案发当天上午，王美芳逃跑，严民后知后觉开着车追了出去，却刚好遇到赵金明开车把王美芳撞入断崖。赵金明下车查看情况，想看看断崖下的王美芳是否还活着，却惨遭严民的毒手。老张咬着后槽牙，王美芳呢？你为什么要把她也杀了？严民理所当然地说，她脊柱都被撞断了，不能再给我生孩子了，我再留着她也只是个累赘，为什么不能杀了？老张的怒火又上来了，你把她买回来，就只是为了给你生孩子吗？严民点头，要不然呢？我花好几万块钱，不给我生孩子，她还能干啥？老张死死地盯着他，你知不知道，王美芳死的时候已经怀孕1个月了。严民的脸上难得的出现了愤怒，都怪这个贱娘们，她怀孕了还跑，她害死了我儿子。老张一拍桌子，是你亲手杀死了他们。严民双眼血红，死死地盯着老张，不是我，是赵金明，是你，是你们2个杀了他们。如果当时赵金明撞的是你，我媳妇和儿子都能活，你才最应该去死。老张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承认严民说的是对的，他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出现在那里，或许赵金明和王美芳以及他肚子里的孩子都不会死。刘洋沉声，所以你对张警官也怀恨在心，才把赵金明的肉做成肉串请他吃。严民得意地看着老张，我的地窖就在我里屋，但很可惜，张警官你进去过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怎么样，我烤的人肉串是不是比外面卖的羊肉串好吃多了？老子没有被他激怒。刘静呢？他是这个案件里最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强暴他？严民理所当然地回答，赵金明害得我没有女人了，我用他的女人怎么了？老张和刘洋对视，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震惊。严民的思维逻辑跟正常人不太一样。128案顺利结案，轰动了全城。但凡去严民烧烤摊吃过的人都有了心理阴影，生怕自己也吃到了人肉。刑警队为了尽快打消市民的恐慌心理，连夜加班把赵金明的尸块做了复原拼接工程。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，赵金明的右小腿肉丢失，其余部位几乎完整。严民彻底触犯了众怒，附近的居民联名上书请求死刑。刘洋作为案件负责人，把资料梳理完毕上交之后，按照规定给严民申请了精神鉴定。结果虽然让人愤怒，但不出所料，严民有严重的精神分裂。半个月后开庭审理，出于人道主义，法庭给严民安排了辩护律师。因为犯罪嫌疑人严民在杀人时缺乏认知障碍，存在精神分裂的情况，严民最终被判为死刑缓期执行。当时为严民辩护的律师走出法庭后，就被人民的骂声淹没。刘洋因为为严民申请精神鉴定，也遭受到了波及。3天后，老张回到了老家的刑警队。几经辗转，他原本有机会走得更高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最终还是以刑警队队长的身份空降到了我们队里。火锅店发现了人肉，让老张想起尘封了30年的故事。我负责把吃剩下的肉片带回队里检测，老张和其他人把店里的厨师和服务员全部带回去审讯。2个小时后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是人肉。店里的厨师表现得很惊慌，我们的肉都是从市场进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人肉啊。老张让我带着2个人，又把他们进肉的肉贩子全都抓回来，一一审讯。最后我们又追溯到了屠宰场，却都没有发现任何疑点。法医部门把本市失踪人员的 DNA 和人肉片做了对比，没有吻合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有个男人前来自首，你们吃的人肉是严民。看着审讯室里眼前这个男人，文质彬彬，西装革履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我怎么都无法把他跟杀人犯联系到一起。严图，29岁，国外心理学博士，法医学博士。老张看到他的时候，明显愣了一下。严图笑了笑，张警官，你没有看错，我就是严民的儿子。老张皱着眉头，你是刘静被严民强暴之后生下的孩子。严图点了点头，张警官记性真好，还记得我母亲的名字。
老张问他，我看你身份证上叫赵图，你为什么又要改回来？严图的声音很轻，因为我想让严明知道是他的亲生儿子杀了他。严图交代得很清楚，严明在20年前就被释放出来了，但经过鉴定，他的精神分裂并没有得到好转，于是又转到了当地的精神病院，这一待就是10年。严图说，在他的心中，被严明残忍杀害的赵金明才是他的亲生父亲。小时候母亲也是这么教导他的，直到长大之后通过调查才得知当年的真相。我学习法医专业就是为了以牙还牙，用同样的方式杀了严明，为我父亲赵金明报仇，也为我母亲雪恨。他毕业回国之后，以严图的身份在刑警队对面开了家火锅店，然后再以严明儿子的身份把严明从精神病院领了出来杀死。张警官，我知道当年的事情之后，你就再也没吃过烤串。你是个四川人，最喜欢吃火锅，所以半年前我特意在你们警队门口开了这家火锅店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严图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严明罪恶的一生。严明知道我是他亲生儿子以后，激动地抱着我大笑。他说他就知道我母亲一定会还上，他等这一天等了30年。我告诉他，我也等了30年。老张平静得有些吓人，他怀疑严图遗传了严明的精神分裂，所以给严图申请了精神鉴定。严图却告诉他，张警官，我知道我遗传了严明的精神疾病，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国外进修心理学，也是为了今天。结果出来了，严图出色地利用了他博士学位的心理学专业，骗过了所有鉴定人员。经鉴定，犯罪嫌疑人严图思维清晰，逻辑缜密，不存在精神问题。开庭的时候，他拒绝了申请辩护律师，并且在庭上大方承认自己杀人的罪名。最后，严图鞠躬恳请法庭，请判我死刑，谢谢。严图最终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地获得死刑。老张出庭作证，讲述了30年前的那桩惨案。他的话让法庭上所有人都动容。鉴于严图事出有因，且有自首情节，可酌情从轻处罚，死刑缓期执行。严图在庭上哭得很无助，他最终还是变成了最痛恨的那个人，走向了跟他一样的结局。严图在看守所的时候，老张曾去看望过他，你母亲现在怎么样？严图又恢复了往日的冷静，跟他父亲严明一样，他半年前就去世了。老张平静地说，你不想让你母亲看到你堕入深渊，所以才选择等她去世后动手。严图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张警官，虽然结局不是我想要的，但还是谢谢你。老张对于严图心里是有愧疚的，好好改造，争取早日出来，重新做人。严图在后面叫住他，张警官，当年如果你是我父亲，左边是警察，右边是毫不相干的女人，你会选择撞死谁？老张知道严图说的父亲是赵金明，但这个问题他永远无法回答。